Hello，各位玩家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大陆。这集大陆继续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月份值得一试的手机游戏推荐，在这次的清单中就包括了像是从 PC 跟主机平台一直到手机上的3A 大作，由无人深空开发团队制作的解密游戏《古墓奇兵三部曲》的重制版，往时推出的吸血鬼韩系 MMO， 以及其他如放时型 RPG、足球游戏、肉鸽玩法、射击要素、书籍类型和其他值得一试的作品等你来发掘哦。这些游戏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后的，如果你想知道哪些行业游戏，那就大陆一起看下去吧。控制终极合集是一款从 PC 跟主机平台一直到手机上的第三人称科幻动作游戏。故事背景设定在纽约一座被异世界力量入侵的秘密机构，玩家在混乱的环境中逐步掌握控制权，运用超能力来战斗。游戏的核心特色在于环境互动与超能力组合，你可以用念力抓起场景中的物品攻击敌人，也能随着关卡变化改变自己的战斗策略。这次的手机版包含所有曾推出过的 DLC， 还针对触控操作重新设计了界面跟游戏系统，即使在小萤幕上，画面表现依然亮眼。不过游戏容量不小，需要新机型才能顺跑。喜欢紧凑剧情跟超自然题材的动作游戏，那这款或许可以试试看哦。最后的篝火是一款由无人深空开发团队制作，主打冒险解密玩法的游戏。游戏在主机平台推出的时候，就因为温暖治愈的风格而获得好评，在 Steam 上有超过90%的好评率。游戏中我们会扮演一个被称为于静人的小角色，在一个充满神秘遗迹的奇幻世界中冒险，目的是帮助那些迷失的同胞，点燃他们心中的火焰，带他们回家。玩法上主要以解密为主，而且谜题的设计蛮有巧思的，从简单的推箱子到需要动脑的光线折射都有。整体来说，游戏没什么时间压力，画面温馨，还搭配上温暖的旁白，比较适合想要静下心来体验游戏的玩家。古墓奇兵1、3重制版这款游戏是把罗拉最原始的3款经典冒险一口气全部重新移植到了手机上。设置的合集收录了古墓奇兵系列从1代到3代的主线故事，还有包含未完成的任务、黄金面具跟失落的神器等等在内的所有额外 DLC， 内容可以说是非常完整。画面的部分也做了贴合现代装饰的升级，而且很贴心的是，你可以随时在如重制版画质跟原本经典的多边形风格之间切换，尝试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。找作上除了触屏，也支援外接手把。如果你是想重温旧梦的老玩家，或是想看看这位冒险家故事的话，这款合集还是蛮值得收藏的。Vampire 是由往时推出一款以吸血鬼为主题的韩系 MMO， 开发团队曾经打造过天堂2、革命，所以在游戏画面跟打击感上，画质算是蛮有保证的。游戏背景围绕着死亡与复仇展开，玩家扮演的是从死亡中苏醒的吸血鬼，要在一个充满黑暗奇幻风格的世界里冒险。玩法上除了传统的野外狩猎，还有个特色就是能直接打到游戏里的钻石，算是一个蛮特别的设计。另外，游戏也把 PVE 跟 PVP 的空间分开，让喜欢不同玩法的玩家可以自由选择。不过毕竟是一款 MMORPG， 角色培养跟装备追求还是需要花点时间，感兴趣的话就来试试看吧。Moonlove 少女庭院是经典作品 ，Moonlove 系列在手机上推出的新作，不过这次不是大家印象中那种比较硬核的风格哦，而是走比较轻松的学院生活路线。玩法是全自动的放时型 RPG， 我们扮演的是一位失去记忆的指挥官，要带领驾驶着机甲的少女们去探索神秘的地下世界迷宫。主要乐趣在于收集和培养这些可爱又各具特色的角色，还可以帮他们换上不同的服装。游戏的剧情由原班人马打造，对老玩家来说应该会蛮有感的。感兴趣的话就来试试看吧。
Total Football VNG 是一款手机足球游戏，主打快节奏又有战术深度的游玩体验。游戏获得 FIFPro 官方授权，收录超过6万名真实球员的肖像权。对于喜欢组建自己梦幻球队的玩家来说，这点确实蛮有吸引力的。游戏采用 3D 设计，如球员的动作跟球场音效都做得还算到位。游戏优先看重的是技巧跟操作，而不是靠氪金就能碾压的。玩法则包含了生涯模式、排位赛跟锦标赛，甚至还导入了 VAR 技术来确保比赛公平性。另外，游戏还支持连接手把来操作。总体来说，如果你在找一款相对重视技术的手机足球游戏，那么这款可以关注看看。Clone Swarm 是一款全 3D 视角，结合了肉鸽和生存玩法的游戏。最大特色就是操作非常单纯，武器会自动攻击，你只需要专心走位，躲避满山满谷的怪物就好。每次都能透过升级和开宝箱获得随机武器跟技能，可以叠出千奇百怪的组合流派。游戏里的一只马图里小龙就很不错，不止造型搞笑，打起来还自带喜感。不过这类游戏后期怪太多时，画面会非常混乱，手机发热或者是卡顿的情况可能会发生，会稍微考验一下中低阶手机的性能。如果说你想找一款打起来很爽又不需要太动脑的舒压游戏，那这款值得下载来玩玩看。Cover Assault 是一款直立式第三人称射击的手机游戏，世界观设定在 AI 机器人时空，人类文明只剩下最后堡垒的末日战场，玩家扮演精英士兵，要在快节奏的攻势中不断消灭一波一波的机器人。游戏操作完全是针对手机设计的，单手就能控制视角，利用掩体闪避，再搭配精准射击来反击空中的无人机和地面机甲。当然，你也需要抓准时机换弹，不然很容易就会手忙脚乱了。视觉上走的是末日科幻风格，加上可能是小团队制作的原因，在画面细节和一些细微的流畅度上，跟一线射击大作比起来还是有点差距。不过感兴趣的还是能来试试看的。Gobi Garden 是一款休闲放矢收集游戏，整体风格走的是有点搞怪又疗愈的路线，玩法就是孵化造型奇特的小生物。Gobi 每只都有自己的属性、个性跟进化路线，除了收集，还有打造星球的玩法，像是布置各种装饰来设计专属空间。这部分算是增加了不少个人化的乐趣。大陆觉得游戏节奏相当轻松，因为有放置机制，即使你没开游戏，资源也会自己累积，打开收下就能继续培育。所以官方也会定期更新赛季跟新的 Gobi， 所以内容不至于太快玩腻。如果你喜欢那种不用太干，随时可以打开摸一下的收集型游戏，那这款应该蛮适合你的哦。Flow Free Plus 是一款非常经典、简单但又很上瘾的益智游戏。玩法很直觉，就是把画面上相同颜色的点用管路连接起来，让管子布满整个棋盘就算过关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随着盘面变大，颜色变多，要怎么在不让管路交错的情况下顺利连接，就会变得非常烧脑。这次介绍的 Plus 版本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广告干扰，可以让玩家好好静下心来思考。里面收录了超过9000多个的操作关卡，每天也有新的每日谜题可以玩。玩腻了需要大量氪金或很干的游戏，那就来试试这款单纯动动脑可以打发时间的小品吧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。如果你喜欢大陆的影片，可以给大陆一个赞、分享和订阅。那么就下期再见啦，祝各位游戏愉快！